徐福帶3000童男童女東到日本，為秦始皇找尋長生不老靈藥。不過最終蓬萊神山同埋仙藥都揾唔到，而徐福就喺日本落地生根。呢一個傳說唔少人都聽過，喺日本一啲地方都可以揾到有關徐福嘅事跡。例如喺關西和歌山縣面對太平洋嘅沿海城市新宮市，離 JR 新宮站步行大概5分鐘嘅地方，就會揾到徐福公園。呢度唔單止有一個整理得好好嘅公園，甚至附近一帶嘅地址就係徐福。公園裏邊仲有佢嘅墓地，而再行到海邊嘅話，仲會揾到一座細小嘅徐福上陸之地嘅石碑。另外九州裏邊都可以揾到徐福嘅事跡，更加話佢揾到嘅靈藥係細身熟嘅藥草，有止咳退燒功效。對於古人嚟講，傷風感冒已經係大病，隨時有生命危險，話傷風藥係仙藥都未必係太過誇張。呢一啲事跡同埋考察確實有趣，不過今次會用另一個角度嚟睇日本人嘅根源。日本人從何而來，以至人類從何而來，一直係我哋最想知嘅題目之一。生活喺21世紀初，有一半係不幸，而有一半係幸運。不幸嘅係人類從何而來呢一個疑問只得到部分答案，而幸運嘅係20世紀末以基因為線索得到人類演化嘅部分答案。踏入21世紀，可以進一步找尋更準確、更詳細嘅答案。科技日新月異，研究不斷有新發現。呢一啲結果喺教科書裏邊只有簡單嘅介紹，但對於當事人嘅我哋嚟講，總係有進一步了解詳細嘅衝動。講述人類起源至到科學革命後21世紀演化史嘅書籍《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近年喺全世界大賣，就係一個例子，證明咗我哋離開咗校園之後，仍然對自己嘅歷史感到興趣。呢一本書籍喺2016年翻譯成日文版之後，亦都喺日本大受歡迎，上下集都陳列喺書店當眼嘅位置。最深日本以日本為題材，今集主題係日本人嘅根源，會以基因作根據，追尋一下人類點樣渡過汪洋，登上同大陸相隔嘅日本列島。今次主要介紹古人骨 DNA 分析得到嘅結果。呢一個做法唔係完美，要配合生物形態學同埋語言學等等嘅學問，先至可以得到全面嘅答案。今次內容參考咗2019年出版嘅書籍同埋2020年前後嘅論文。如果有進一步研究結果公布，或者發現新考古遺跡，而家嘅結論可能獲證實，亦都有機會遭改寫。透過調查基因，就可以揾到而家分布世界各地人類互相嘅關係。介紹呢一個話題嗰陣時，通常會有一大堆開場白，去到最後只有少少講結論。不如今次將次序調轉，先睇一睇結論，之後再詳細解釋一下。專家研究古人骨裏邊嘅 DNA， 按唔同特徵分組嚟查出人類遷移路線同埋分布。各項專有名詞之後會詳細解釋。首先係人類線粒體 DNA 單倍群嘅分布圖，各個地區會有一個圓形圖，顯示嗰個地區裏邊各個單倍群嘅比率。例如圖裏邊 Asia 橙色嘅單倍群 D 佔比率最多，另外比率較多嘅有藍色嘅單倍群 M。單倍群係譯自英文嘅 Haplogroup， 屬於同單倍群嘅，簡單嚟講就係代表擁有共同祖先。屬單倍群 D 嘅多集中分布喺亞洲東部、東南部、北部、中部，另外仲有美洲。而唔少日本人都屬於單倍群 D。喺呢度你可能會有個發現，亞洲同埋美洲相隔咗太平洋，兩地嘅人類喺 DNA 上屬相同嘅單倍群，出自相同祖先，實在有啲不可思議。再睇一睇另一幅圖片，呢度顯示咗 Y 染色體單倍群。箭嘴表示咗嗰個單倍群嘅遷移路線。地圖上邊有3個箭嘴指向日本，
一個箭嘴出自坎察加半島，而兩個箭嘴就由朝鮮半島出發。箭嘴頭嘅英文字同埋數字就係單倍群嘅名，例如 C2就係單倍群 C 裏邊嘅細分。從呢一張圖片可以知道各個單倍群嘅遷移路線橫跨歐亞非洲，即係代表人類花咗長時間展開咗佢哋嘅冒險旅程。喺呢度先補充一點，線粒體 DNA 同埋 Y 染色體嘅單倍群分類係獨立嘅，喺命名上互相冇關係。追尋黃色箭嘴嘅源頭，會揾到亞洲中部，再跟就係歐洲東部同埋中東，再進一步追嘅話就會去到非洲中部。冇錯，人類嘅源頭就係非洲。相信唔少觀眾都會知道呢一個講法。要留意一下，所謂人類都有幾種，喺呢度講解嘅係以智人 Homo sapiens 為對象。喺呢度冇特別講明嘅話，講人類即係代表係智人 Homo sapiens。所謂人類單地起源說，即係人類同出一轍於非洲，最初係由美國人類學者等人喺1987年發表，分析線粒體 DNA 得出咗結論，智人 Homo sapiens 嘅共同祖先出自20萬年前嘅非洲。而刊登喺2019年 Nature 嘅研究報告表示，人類誕生喺20萬年前非洲南部嘅博茨瓦納。如果淨係想知道常識嘅話，去到呢度就已經足夠。不過其實仲有好多重點仲未提到，例如人類嘅 DNA 都有兩種。第一幅圖係分析咗線粒體嘅 DNA， 而第二幅圖就分析咗細胞核 Y 染色體。兩種 DNA 完全唔同，而意義亦都大有不同，所以要詳細理解，都係要有一定嘅背景知識。之後會逐一詳細講解之外，亦會介紹研究人員遇上嘅問題。例如日本由最北方嘅北海道至到最南嘅沖繩，距離超過3000公里，要講呢一個列島全部人都係均一嘅，實在就講唔通。就算本州最北嘅青森至到最南嘅山口，亦都超過1000公里。要研究嘅話，就先要劃清界線，將日本人再細分，先至得到比較具體嘅結果。唔少日本人屬線粒體 DNA 單倍群 D。所謂單倍群係單倍型嘅分類，單倍型係基因裏面嚟自父親或者母親其中一方嘅基因排列。透過呢一個特性嚟分類，就可以容易追尋祖先嘅源頭。不過作為多細胞生物嘅人類，構造比較複雜。所謂 DNA 原來都有兩種，真係不可思議。一般人會聯想到嘅係細胞核裏邊嘅染色體，由父母得到各一組，即係我哋每個細胞裏邊嘅細胞核都有兩組，經特別機制組合之後，就成為我哋獨有嘅染色體。染色體係以 DNA 同埋蛋白質而組成。喺呢度可以將染色體、DNA、基因理解為我哋人體嘅設計圖就足夠啦。由父母遺傳，再傳到去子女，但偶然會發生突變。再深入睇就成為咗生物課堂，所以就講到呢度為止。由父母各得到23條染色體，總共有46條，而23條裏邊，其中一條就決定我哋嘅性別，會稱為 XY 染色體或者性染色體。男性擁有 XY 組合，而女性就擁有 XX 組合。Y 染色體只有男性先至擁有，所以只會由父親遺傳。頭先睇過第二幅圖就係分析男性獨有嘅 Y 染色體。不過點解要將研究焦點放喺 Y 染色體身上？最大嘅理由就係因為 Y 染色體比較少突變，同埋組合嘅數目比較少。一般上父母各22條其他嘅染色體會經過特別機制混合成一組，得出嚟嘅結果就係我哋每一個人獨有嘅染色體。本身嘅材料同埋製成品 DNA 排列唔同，好複雜，唔適合作研究。一組染色體裏邊總共有30億對鹽基對，即係經常聽到嘅 ACGT 組合，數目龐大，經點樣組合而成，好難分析。就算染色體裏邊有4成係冇乜意思嘅組合，但剩翻落嚟嘅6成都唔容易作研究。
不過第23條性染色體就唔同，X 染色體大概只有1000個基因，而 Y 染色體更加只有70個，相比之下數目少得多，佔全部嘅基因大概0.2%。Y 染色體最大嘅作用就係決定性別係男性，相關嘅癌基對只有大概1000左右，其他大部分都係冇意思。因為 Y 染色體嘅癌基對數目比較少，加上只係由父親遺傳，大部分都保持不變，所以喺追尋世代上面好有利。但相反，只有男性先至擁有，可以作研究嘅對象就減一半。另一方面，第一幅圖係利用另一種 DNA， 佢喺細胞核之外，稱為線粒體嘅 DNA。一個細胞裏邊可以有幾個線粒體，而每個線粒體裏邊都有 DNA， 同細胞核裏邊嘅 DNA 數目同埋排列完全唔同。人係多細胞生物，由單細胞生物進化而成。線粒體喺我哋細胞裏邊自成一格，到而家都仲未知道佢確實嘅由來，淨係估計到喺人類進化當中混入咗我哋細胞裏邊。線粒體喺細胞裏邊負責轉化能量，我哋呼吸嘅氧氣就係提供俾線粒體用。線粒體大概只有16500對鹽基對，雖然基因突變比較常見，但對生存能力影響比較少。有突變嘅人都可以傳宗接代，所以容易作世代追蹤。不過我哋無分男女，只會由母親遺傳線粒體基因，所以要追蹤世代嘅話，就只能作母親、女兒、孫女嘅世代追蹤。咁點解線粒體只會由母親遺傳？因為喺受精卵嗰陣時，由父親而嚟嘅線粒體 DNA 會遭到刪除。咁點解會有呢個現象？仍然係一個謎。人體充滿奧秘，所謂研究 DNA 裏邊都包括好多機制、好多謎團，並冇想象之中咁容易。以而家嘅科學技術嚟講，要追尋世代源頭，分別研究由母親遺傳嘅線粒體 DNA 同埋只傳男性嘅 Y 染色體，呢兩個方法最實際，真係有少少天意弄人。線粒體全部大概16500個鹽基對，要作全面解釋係踏入21世紀嘅事。基因研究仍然喺發展階段中，量子電腦會加快呢一方面研究嘅速度。日本人從何而來？簡單一句就係嚟自非洲，但全人類都係嚟自非洲。呢一個答案雖然係事實，但係唔係好令人滿足，都係希望知道深入一啲，例如喺咩時候經過乜嘢路線而分散。首先要講清楚一點，人類曾經有幾種，而家嘅人類全部都係屬於智人 Homo sapiens。記得喺學校書本裏邊有關北京猿人同埋爪哇猿人嘅記述。佢哋係屬於直立人 Homo erectus， 同而家嘅智人係唔同。因為中文譯名關係，猿人、直立人、智人唔太似專有名詞，有陣時會有啲唔在意。我哋嘅智人唔係猿人或者直立人嘅直接後代，除咗非洲人之外嘅人類，基因裏邊大概有2.5% 係嚟自另一種人類尼安德塔人。佢哋比智人更早走出非洲，到達歐洲，同之後先至走出非洲嘅智人交配，留下後代。尼安德塔人嘅化石於1856年於德國嘅尼安德河谷獲發現，因而得名。日本人亦都有部分尼安德塔人嘅基因。之後就要介紹智人喺乜嘢時候經乜嘢路線到達日本。智人大概喺20萬年前出現。而智人同埋尼安德塔人嘅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去到80萬年之前。2022年獲取諾貝爾生物學或醫學獎嘅瑞典人斯曼特帕博，佢兼任日本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教授，喺已滅絕古人類基因組同人類演化領域研究發現有重大貢獻。研究出智人嘅祖先同埋尼安德塔人混血嘅就係帕博教授。
去到21世紀初為止，仲未有技術將古人骨抽出嘅線粒體 DNA 進行深入分析。到咗2006年，次世代 DNA 測序器投入研究，解決咗以上問題，為追尋人類起源帶嚟新希望。帕博教授就確立咗研究程序。智人大概6萬年之前衝出非洲，經中東之後，於5萬年之前分散東西。向西行嘅就走遍歐洲，而向東嘅就分南北兩條路線，穿過喜馬拉雅山脈。南嘅就先去到南亞，再走向東南亞同埋大洋洲，而北嘅就到達西伯利亞，走過白嶺陸橋，去到美洲。而家亞洲同埋美洲有大片汪洋嘅太平洋相隔，但幾萬年之前仲係冰河時期嗰陣時，人類可以步行到達美洲。所以屬線粒體 DNA 單倍群 D 嘅人分布喺亞洲同埋美洲。出咗非洲之後嘅歐洲人喺大航海時代發現新大陸嘅美洲，呢一個講法非常之有趣。對於佢哋同埋佢哋嘅祖先嚟講，真係發現咗新大陸。而人類要由亞洲大陸到達日本列島都唔容易。根據 DNA 分析結果，人類於大概38000年之前先至到達日本列島。早前研究估計當時日本與大陸相連，步行可以來回。但最近研究發現4萬至到3萬年之前要到達本州同埋九州就要過海。整個過程要點樣解釋，就要有其他線索。補充一點，人類最後到達嘅係夏威夷，大概1300年之前。大洋洲波利尼西亞人用大型獨木舟經馬克思群島到達咗夏威夷。喺呢一章會詳細睇一睇日本人所屬嘅單倍群，追尋一下佢哋嘅由來。先將焦點放喺線粒體 DNA 單倍群上面，佔最多嘅係單倍群 D4 有 32.6%， 同埋 D5 有 4.8%， 合共近有40%。呢兩個單倍群多分布喺亞洲中央至到東亞，朝鮮半島同埋中國東北部亦都有3至到4%。另外美洲都可以揾到，合共係全世界最多人數嘅單倍群。佢哋出咗非洲之後，以南路線嚟到東亞，其中 D4 喺日本同埋東亞嘅東北部較多。而 D5 就係中國南部地區比較多。日本人除咗單倍群 D 之外，屬單倍群 B 亦都有 13.3%， 其中 B4 係最多。單倍群 B 大概喺4萬年之前中國南部出現，之後擴散去到東南亞，甚至南美嘅山區同埋南太平洋都可以揾到。而 M7 亦都有 13.3%， 呢一個單倍群嚟自順他古陸，指嘅係末次冰期由於海平面下降而喺東南亞地區露出水面並連成一體嘅陸地。M7 當中唔少 M7A 係嚟自日本。再細分日本裏邊嘅人口，本土只有7% 係屬 M7A， 但沖繩就有 25%。呢個可以解釋為佢哋係由南方進入日本。雖然係同屬於單倍群 M， 但估計大概佔 4.5% 嘅 M7B 同 M7A 有唔同，經另一條路線嚟到日本，即係就算同樣屬 M7， 亦都有唔同地域分佈。而其他仲有 A、G、F 多個單倍群可以喺日本揾到，而推算當中 M7A 應該係最早喺日本定居嘅一群。另一方面，再睇睇 Y 染色體嘅分析結果，喺日本有3個單倍群，佔人口90%以上，有 C、D 同埋 O。O 單倍群佔日本男性大概一半。呢一個單倍群主要分布喺東亞同埋大洋洲，但佔日本人3至到4%嘅 O1B2 就多喺朝鮮半島同埋華北地區。單倍群 D1A2A 亦都佔3至到4%，喺沖繩同埋奄美大島約佔過半數，而愛伊盧人更加佔8%。推算單倍群 D 喺非洲出現，其中 D2 就留喺非洲，而
而 D1 就走出非洲到達亞洲。另一方面 D1A1 就喺西藏佔一半。最後去到單倍群 C 喺日本大概有10.5%，其他喺東亞、大洋洲、澳洲、西伯利亞、美洲都揾到。當中 C2 喺俄羅斯同埋蒙古佔嘅比率唔低，推斷 C2 係由北方，而 C1A 就喺南方嚟到日本。整體上線粒體嘅分析比較行先一步，Y染色體就比較困難，要花時間獲取更多保存狀態理想嘅樣本作分析，所以要追尋日本人從何而來，要有一個好簡單嘅答案並唔容易。講解咗一段數據，就知道人類嘅遷移路線複雜，以日本人呢一個咁大範圍嘅類別嚟做對象，得到嘅答案就有啲模糊同埋分散。不過作為初步了解同埋概觀亦都唔錯，可以有一個念頭，對整體上有一個理解。而日本作為一個島國，陸地冇同其他地方連接，相對之下人同其他地方嘅交流就比較少。但另一方面，含火山灰嘅土地對保存古人骨嘅環境上就比較欠佳。等日後有更多樣本同埋科技發展，加上其他學問嘅研究，會進一步理解日本人嘅根源。早喺 DNA 分析面世之前，日本人已經用各種方法嚟追尋自己嘅源頭。例如日本有古籍古事記嘅神話，古時社會存在天孫降臨嘅觀念。之後進入19世紀末嘅明治時代，佢哋開始研究體質人類學，從發掘出嚟嘅人骨裏邊發現可以分為兩大類，分別係繩文人，認為佢哋早喺繩文時代已經住喺日本，係日本原有嘅人類。而另一種係離生人，係之後由大陸渡過汪洋而嚟嘅。離生人尚被稱為渡來人，即係由大陸渡海而嚟嘅人。佢哋同以狩獵為主嘅繩文人唔同，離生人帶嚟種植稻米等等嘅技術，繩文人同埋離生人混血，就形成咗現代嘅日本人。呢一個稱為混血理論，呢一個說法去到目前為止，大部分日本人都會認識。不過呢一個說法比較籠統，最重要嘅就係解釋唔到繩文人喺邊度而嚟。相對於混血理論，另外仲有變形理論，引入咗達爾文嘅進化論，認為石器時代至到現代骨骼變化係源自生物演化，即係偏向相信日本人自己作演化，唔睇重渡來人嘅影響。直到1980年代，變形理論佔優成為定論。認識咗混血理論同埋變形理論，可以幫助理解唔少日劇同埋動漫嘅設定，仲有裏邊嘅人物對話。之後東京大學教授鈴木尚將以往研究對象嘅古人骨由繩文同埋離生時代擴大去到其他時代，對日本人骨骼嘅變形由局部擴大至到整體，對研究作出重大貢獻。喺骨骼變化上，日本人歷史上面有兩次重大變化。第一次係由繩文時代進入離生時代嗰陣時，當時嘅人生活由狩獵變為農耕；而第二次就係江戶時代進入明治時代。呢一個時候，西方文化大量引入日本，飲食文化亦都起咗好大變化。明治時代冇大量移民去到日本，但係日本人嘅骨骼就有變化，所以有人推論到離生時代嗰陣時未必有大量移民湧入。所以支持混血理論嘅人變為少數，好多人都比較支持變形理論，而且同神話掛上關係，呢一種觀念根深蒂固。所以用 DNA 分析得出嚟嘅結果，得知到人類喺唔同嘅年代由唔同地方遷移去到日本，唔少日本人就有抗拒，唔能夠順然接受，就好似以前信奉地動說嘅人，總係唔能夠接受天動說。解決方法只有等時間過，同埋得到更多科學嘅證據。1980年左右，九州大學同埋長崎大學喺北九州發掘咗大量人骨，並且作詳細分析，結果係支持混血理論。1991年，人類學者植原和郎博士提倡咗新嘅理論——雙重構造理論，認為嚟自東南亞舊石器時代人類為祖先嘅繩文人，
同後來由本州東北部湧入嘅大量離生人，人數估計達到100萬，兩者混血直到而家。呢一個理論成為而家嘅主流，不過都有缺點。例如日本列島由北海道至到沖繩距離超過3000公里，氣候由寒帶至到亞熱帶，成民人嘅分佈同埋離生人嚟到日本嘅地點同埋時間都要作仔細嘅研究。而去到之後 DNA 分析面世，研究結果就指出咗雙重構造理論嘅問題之處。日本列島歷來總共大概有6億人曾經生活過，或者而家正在生活中。成民同埋離生時代大概各有2000萬人，而而家嘅人口就係1億2000萬人。呢啲數字即係代表各個年代研究對象嘅最大數目。另外，平安時代因為火葬普及而好難揾到古人骨，而全國大學同埋博物館供研究用途嘅古人骨總共有幾萬具。平均大概幾千年就有一具。於成民時代末期，大概3至到4千年前，嚟自北方嘅渡來人漸漸同當時嘅日本人混血，慢慢形成而家嘅日本人。喺開頭提到徐福東渡，時間係公元前3世紀。渡來人並非一次過嚟到日本，而係喺唔同時期有一定嘅數目嚟到，所以話徐福東渡並非冇可能。不過早喺大概3萬年之前，已經有人從唔同嘅方向到達日本定居。到咗中世嘅日本人，單配體群組成同埋比率大概同而家嘅本土日本人相同，所以追尋根源都係要將焦點放喺古墳時代以前嘅年代。作為重要時代區分嘅成民時代同埋離生時代，根據最近嘅研究，離生時代開始時期由公元前5世紀可以推前至到去公元前10世紀，即係推前咗500年。日本最初種植水稻於公元前10世紀嘅北九州，如果以狩獵為主嘅成民人同埋識得種植水稻嘅離生人作為分界嘅話，就要因時代調整，要整理一下以前累積落嚟嘅研究結果。就算日本引入種植水稻技術，亦都並非一下子由北九州擴至全國，所以同最初嘅設問有相同嘅問題。日本人從何而來？呢一個設問解像度太過低，好難一下子作答。要細分對象，例如年代、地點，先至可以有一個對於非研究人員嚟講具意義嘅答案。日本人一直假設本來定居喺日本嘅成民人係日本人嘅直接祖先，但分析咗線粒體 DNA 就發現咗北海道、東北、關東嘅成民人都係單倍群 N9B。而家嘅日本人大概只有2%，呢一個結果同以往嘅諗法好唔同。而現代人擁有比較多嘅成民人 DNA， 反而係關西以西嘅 M7A1。呢一個可以解釋為離生時代起嚟自大陸嘅渡來人同九州北部嘅成民人混血，漸漸向東擴散。而家大致上知道日本人從何而來，之後就係作逐步深入研究。世界遺產白鷺鳥和古氏古墳群位於大阪界市、宇逸野市、藤井子市，共49座古墳，興建於公元4世紀末至到5世紀末。佢哋屬於古墳時代，即係公元前3世紀至到7世紀，稱得上係古墳，即係裏邊埋藏咗當時嘅人骨。不過呢一啲古墳受宮內廳管理，尤其內部唔容許發掘調查。要進一步追尋日本人嘅根源，就要有更多古人骨作線索，嚟拼砌出整個人類大遷移故事。